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反套路仙俠來襲，鹹魚飛升棄修仙種田，王鶴地裡沁不走情愛線。看多了那種重生等於開掛等於一路打怪順便虐心的仙俠套路，觀眾早就練出免疫力了。你說你重活一世吧，總得給點新花樣，不是忙着搶機緣，就是忙着打臉反派。再不然就是忙着談三生三世的戀愛，把修仙當成戀愛綜藝的延伸版。可鹹魚飛升偏偏反着來，他不是讓男主一路捲到飛升，而是讓一個堪稱天賦拉滿、資源拉滿、修為也拉滿的人，做出了一個在修仙界近乎叛逆的決定。他只想躺平，安安穩穩過日子，而這恰恰是他最抓人的地方。不是在寫神仙打架，而是在寫人怎麼從被天命推着走裡掙脫出來，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。先把修仙模板拆給你看，他不是主角命，是無頭選項的人。鹹魚飛升的核心爽點來自一個非常反套路的設定，男主宋前基前世拼到極限，最後卻看清了真相。所謂救世主，聽起來像榮耀，實際上更像是被安排好的道具。前世他幾乎把所有力氣都用在修煉、廝殺、對抗天命上，最後好不容易抵達化神大能，結果得到的不是我終於贏了的暢快，而是更刺人的世間天命從不講道理，他只挑選合適的工具推你上台，走完劇情，剩下的情感與代價統統不算數。所以他死得並不甘心。重生之後，他做了一個讓修仙界都要愣一下的選擇，不捲了，不搶機緣了，不爭第一了，不參與那種你死我活，誰更像天命寵兒的內耗局。他的願望樸素的像一張地毯，回到千瞿菌種土豆，曬曬太陽，睡個安穩覺，甚至放狠話，你想勸我修行，祖上先別安寧。這句台詞看似搞笑，內核卻很扎實。當一個人經歷過天命安排的荒涼，他對成功的定義就會直接變形。在多數仙俠劇裡，主角重生後最常見的動作是更努力、更狠、更快、更強，而宋前基重生後的動作是更會躲、更會停、更會拒絕。這不是擺爛，這是對命運的拒簽。二反差不是裝酷，他手握王牌，卻選擇當最不配飛升的人。修仙劇裡最常見的敘事邏輯是，既然你有天賦、有機緣，那就別辜負、別躺、別慫，否則觀眾會以為你在浪費資源，作者也會被追着問，那你憑什麼配當主角？鹹魚飛升偏不按這條路走，他的反差感就來自資源越強，越不想用。宋前基明明擁有頂尖修為與通天機緣，按理說隨便抬抬手就能把局面逆轉，但他反而像把鑰匙從鎖孔裡拔出來的人，不是打不開，是不想開；不是不能打，是不想再把生活變成戰場。可現實偏偏愛和他作對，他越想過安穩日子，各路上古秘境、頂尖機緣、神秘來客就越像外賣騎手一樣準時上門。你不接單不行，你不去打副本不行，你不參與紛爭就像系統判定掛機。所以劇情形成一種很好笑也很真實的節奏。他想躺平等於生活卻持續推送加班通知，他想種土豆等於命運卻硬塞上古任務，他越拒絕等於麻煩越主動找上門。這就很貼近當代人的內心，不是人人都能修仙，但人人都懂。你明明只想把生活過好，偏偏總有人、總系統讓你不得不再捲一次。因此觀眾笑歸笑，心裡其實也在點頭，這不是爽文是開掛，這是普通人的無奈被換了個仙俠皮。三女主也不走套路，李沁演清冷尊者，卻把天道束縛拆了。男主擺爛，女主也不該繼續端着一套仙俠女主標準劍。劇中女角色妙煙並不是傳統框架裡那種為愛發光、
為情犧牲，為男主家 Booth 的存在。妙煙在前世與宋前姬有婚約，甚至做過背叛對方的舉動。放在普通仙俠劇裡，這種設定往往會被寫成誤會追妻回頭，虐戀修成正果。但重生後的妙煙覺醒了更硬的獨立意識，他不願再被天道束縛，於是他的氣質是冷的，行為卻是實的。清冷孤傲的仙門尊者，不只是好看，也是一種態度。我不替命運演出，我要自己選路線。李沁在這樣的角色裡，會比以往更適合這種克制但不討好的表演方式。冷不等於薄，孤傲不等於傲慢，他更多是在用沉着告訴觀眾，這不是情緒戲，這是權衡。而妙煙與宋前姬的同框氛圍確實強，觀眾自然會想，那會不會發展成經典的仙俠感情線？可原著和劇版都明確走不 CP 的路線，只保留知己之交，這點很關鍵。它讓劇情把精力從談戀愛怎麼推進轉向人怎麼活下去，少了工業糖精式的粘合，反而更像兩個人在同一個世界裡互相照亮，卻不把彼此當成必然答案。觀眾也會分兩派，有人覺得終於不用再看三生三世虐戀，反套路很解壓；也有人覺得兩位演員的顏值配對指數太高，硬是不給情感線，像把熱菜端到面前卻不讓你吃。但從敘事策略，這不是冷漠，而是取捨。他在賭觀眾願不願意為反套路買單，為心動不等於愛情主線買單。4. 讓鹹魚成為主旨。這部劇戳的是打工人的靈魂共鳴。鹹魚飛升最妙的地方，在於他抓住了一個近乎日常的命題。明明擁有內捲的能力，卻只想遵從本心去過簡單生活。宋前姬的種土豆夢表面看是仙俠設定，其實是生活隱喻。當你被工作、責任、規則、期待推着往前跑，你也會想過只要讓我安穩一天就好。你想躲開無休止的競爭，你想減少被迫表演的部分，但命運像個愛開玩笑的同事，總會把你安排進更大的項目裡。上古秘境像 KPI 任務，頂尖機緣像領導口中的這是你成長的機會，各路高人像傳說中看你就懂的資源置換。你說你不想，不行。於是劇情的笑點來自一種荒誕但合理的錯位。一個主角想躺平，卻不斷被拉進更嚴肅的局；一個只想安穩的人，卻每次都被迫點亮戰鬥技能。觀眾看的時候會發現，自己不是在看神仙歷劫，而是在看想擺爛卻擺不掉的現實投影。笑着笑着，就會覺得後背有點發涼。這不是誇張，這是改了皮的真實。5. 製作與演員。頂配班底在替反套路保駕護航。反套路並不等於隨便拍。仙俠劇最怕什麼？怕空有設定，沒有畫面支撐；怕人物有梗，情緒卻撐不起。從製作層面，鹹魚飛升把誠意按得挺實。導演丁黑擅長刻畫人物內心，作品口碑也有保證。編劇饒俊深耕仙俠多年，打磨劇本耗時2年。意味着它不是那種靈感來了先拍再說的趕工劇。最讓觀眾看見底氣的是服化道與實景投入。劇組奔赴新疆開闢實景田地實拍，盡量拒絕廉價綠幕摳圖。仙俠題材一旦想做質感，靠的就是這種不偷懶的制作習慣。演員方面，王鶴棣飾演宋前姬，以往他塑造的強勢角色氣場很足。這次把他拽進手握王牌卻選擇躺平的反差空間，觀眾自然會想看。霸氣能不能換成鬆弛？強勢能不能變成拒絕？這對表演是挑戰，也是看點。李沁飾演妙煙，同框氛圍感自然有。關鍵不在像不像仙，而在人物有沒有自己的主張。6. 沒有情愛主線也能好看？答案要等上線。全劇共40集，預計10月下旬開播。
仙俠劇很難擺脫情愛敘事，但鹹魚飛升選擇無 CP 敘事，實際上是在拿受眾習慣開刀。會不會因此失去一部分仙俠受眾？可能，畢竟仙俠裡很多觀眾愛看的不是修行，是情感推動，不是劇情邏輯，是情緒宣洩。但反套路也可能帶來新的觀眾群，那些看膩了三生三世的人，那些厭倦了為愛犧牲模板的人，那些想看人怎麼從枷鎖裡逃出來的人，都會更容易被他打中。就像宋錢基想躲在千曲郡種土豆一樣，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接受躺平也有意義的價值觀。但一旦你接受，你就會發現這世界突然沒那麼吵了。所謂飛升，不一定是贏，而是把自己活回去。很多仙俠劇把飛升寫成終點，修煉到頂，打敗命運，迎來更高層次的榮耀。鹹魚飛升更像把飛升寫成過程裡的選擇，你可以很強，但你也可以不按劇本走，你可以有機緣，但你也可以拒絕被用來推動別人的傳奇。宋錢基不是不追求力量，他只是換了追求的方向，把力量用來保護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用來證明自己配不配當主角。如果你也在現實裡被迫捲過，被迫跑過，被迫加班過，那麼這部劇很可能會讓你笑一笑，同時心裡落下一點輕鬆。原來不只是神仙能修行，普通人也能修煉出我想怎麼活的底氣。至於他會不會成為年度黑馬，等上線後見分曉。至少從目前他已經把仙俠劇裡最難得的東西抓住了：新鮮、反差以及對本心生活的認真。